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。今天其实我下午直播来着，没多少人看，我感觉有点伤心。直播2个小时之后就不直播了。三国杀我问大家一些事情，结果大家好像互动的比较少，感觉大家都懂了一样。咱们随便放一局吧，咱们看看这一局有什么可圈可点的打法。首先这里说一下啊，主攻选了张星彩，不太好。张星彩不太适合主攻，这里注意一下。如果你主攻选张星彩的话，很有可能如果反贼选的强将的话，强将稍微多一点点你就打不了了。秒你的话不需要特别强都能秒你，所以说不要觉得像那些非主流主攻很好用什么的。当然了，也有很多人没有好的主攻，我能理解。尤其这段时间都放假了嘛，大家都放假了，我嗓子吃肉吃的也上火了，这玩意儿大家也能听出来。所以说我会这段时间或者说晚上吧，再给大家专门，我已经做了一半了，做了一个选将的一个教学啊，当然其实老粉丝都已经讲过好多遍了，我再给大家一些，万一有些新的，对吧？给大家讲一讲。还有就是说，因为现在你们打至尊军吧，可能也会环境造就你们很难受，毕竟很多人都放假了，他们不是每天都在玩三国杀的，也不了解环境的变迁，对吧？行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这一局怎么说，对吧？这一局直接选个李儒啊，2号位李儒。李儒的话，尽量打出自己的收益啊，看星彩愿不愿意打咱们了。刷一个黑色锦囊牌还是不太好的，这黑色锦囊没啥用，还无所谓啊。星彩知道我要放火，先拆一拆他的后卫没啥问题，但是拆桥的话有点雨露均沾了啊。这时候你要打的话，尽量打一个人，雨露均沾没那么好的。这时候的话做不了任何事情，朱然没有过牌。这里面看一下朱然跳反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朱然的话，如果像曹丕这局的游戏是曹丕和司马昭的游戏，其他人都不好参与。当然我也能参与这局游戏，毕竟我前卫。剩下的人都参与不了这局游戏，曹冲和吕带基本就是上不了场的，请记住上不了场。这2个武将至尊场是上不了的，记住啊！除非说你选个曹冲，你的队友全是 C 位特别强的，我给你推荐那特别强的武将啊，那可以，你会赢嘛，对不对？甚至你还能保护一下你队友。剩下的就别说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咱们直接看一下怎么打。先去打朱然，朱然还给咱们送个决斗，很贴心啊。有时咱们去继续不让朱然摸牌啊，不让朱然摸牌。先顺手无懈一下，再拿一下牌，再直接开大招，这样的话星彩能多过一张牌。结果朱然并没有受伤啊，司马昭也没怎么掉血。打完之后继续打朱然啊，朱然这个牌不舍得用，说明手上应该是个桃或者酒，不舍得用。不过你前面有2个爆发将，其中只要有一个是我队友的话，你就没了，看看你的运气如何吧，剩下不用管。这时候昔日才是个好贴心的人啊，这把昔日才要立功啊，别看他跳反，但是立功了。这个又一开出来，朱然直接崩了，既不让朱然摸牌，还把朱然单手打掉。朱然手上是桃不？看是桃，放弃了，这就不多说了。雨露均沾还要送点牌，对吧？曹冲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反应过来问题有多严重，你只能寄望于吕带不是你队友，这个弱将是我们的。否则的话，这把就已经很难打了。毕竟曹冲加你昔日才没啥用的，2个不动白嘛，对不对？只要不碰你们的话，我曾经在这个时候就说了，他既然选了曹冲，说明他不会玩。不会玩的话，也就是说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武将有多弱，他不知道的，所以说可能不会给自己的队友留桃，都有可能的。杀我杀得好呀，司马昭都不会碰的，也就是司马昭直接处理掉吕带，这把就赢了。这个时候司马昭居然手上没有真杀啊，还好这个兵临城下翻出来一张杀，但是这个风险就在于他翻面，结果嘴排了半天吕带，人家曹冲不想给他翻面，毕竟他玩曹冲人很单纯，觉得司马昭没打我们2个反贼，说明身份不确定，万一这什么的救错人了呢，对吧？有这种可能性。曹冲人唯一的发挥都没发挥出来，很难受。这时候我就说了，主攻你居然选张星彩，肯定也是类似于曹冲不太会玩的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不碰，为啥不碰？现在你只能依赖于司马昭帮你打输出，我帮你再扛一回合伤害，然后我就走掉，对吧？结果非要去碰一下，杀了一刀，对吧？司马昭盾没了，你看这谁受得了呀？
也就是说你给打到一血，我打他的话只能去让他翻面了，而且这个运气还比较差。两种留牌方式，一种留闪，一种是留九。留九的风险就在于人有顺手牵羊，如果手上有真的有摸着顺手牵羊，直接9杀我必死。但如果说留闪的话，我又不甘心，这个东西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，扔一张基本。结果这时候拿张乐不思蜀，也就是说这把嘲讽点不在我这儿了，看来乐不思蜀肯定要乐司马昭的，我说不定这个回合还能活下去。好消息是这回合他还断杀了，甚至连我9都没要出来，那也就是我下回还有一次打击杀的机会，直接曹冲托管了，毕竟选弱将了嘛。这一个决斗的话还好运气比较差，这麦雪将2个都判黑了，也就代表游戏要结束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，没有杀，对吧？崩了自己一滴血。正好有个黑色锦囊啊，既能控顶，即使他有桃子也不怕。其次他能翻面，托管翻面咱们也不怕，知道吧？要不就是你为了救他，咱们是没杀，你为了救他把这个简易码放了，你翻面，然后赌昔日才是否有杀，还不一定杀得掉我，对吧？司马昭能安稳的活下去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要不直接我把他打掉，就当然你有可能有桃，不过曹冲有桃概率变低了，砸一刀打掉了，游戏结束了，这把就赢了，这就啊，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剩下就是直接秒人就可以了。决斗抢了一张牌，送了张桃子，也就是下回合的话，咱们还可以继续下他的牌，既能控他的牌，又可以搞他。剩下游戏结束了。现在至尊场节奏很慢，即使这样弱势主攻节奏都非常慢。下完牌直接9杀啊，必死的。这一局有人说看的不过瘾，没什么可看的，对吧？那咱们就说一局比较讲的多一点，像这一局张仲景这一局，为啥我开局会认为，如果你看过这场直播就知道为什么我开局会认为这2个武将没用，因为你看完就知道。我当然说这局的游戏跟我们没关系，因为我选的武将都应该是最弱的，勉强能上场的武将。现在问题是有2个比我武将还要差的，比如说6和7，我位置还比较差，8号位就很烦了。也就是这把的话，我当然说6和7选将很一般。这局的游戏5号位只能做个反贼辅助，对吧？混一混。那这局的游戏是2和3的游戏，注意我说是2和3的游戏，这里面说的2、3的话，不管是如何的话都不好打，大乔也能参与进去，看怎么办吧。神泰尔茨这个拿牌像反贼，当然也不排除内奸的可能性，对吧？开了个 AOE 送他觉醒了，看神司马懿的发挥吧。这时候神司马懿直接准备拿了把 AK 先秒一下不过司马昭威胁也大，毕竟强将嘛，所以说我不会救司马昭，但是救也可以防止他连破，对吧？这时候连环先打我也没啥问题。无中生有，过了这么多牌，仙术啊，这锦囊附锦囊的不错啊。开了 AK 又开了一堆杀，路人局嘛，这从现在不明显嘛。这时候王死救，为啥王死救可以救，没什么问题，毕竟他连破了之后要出一些问题，能理解。但风险就是司马昭活下来的话，如果司马昭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，只为了赢而赢，就不会带入个人感情的话，如果他是忠臣的话，可能我们就已经崩了，将面位置完全碾压。还好这个司马昭事实证明正是一个那个什么，是个忠臣，非要去打人家司马懿，对吧？也就是说他浪费了一个名剑的一张杀加一个决斗，杀掉了一个司马懿，对吧？我们非常开心，相当于一个内奸帮我们吸引嘲讽了。这时候闪一下，也是下回合处理掉他就可以把自己崩死了。我当时还说这里面有没有人比较手欠一些，把他救一救他。我再说看不出来身份救一救他，没想到没人救，还好吧？那还好。那这个时候大乔就不用管他了，乐了几个人，把主公乐了，是个反贼，不用管他。扔鞭弹啊，你有威胁。同理啊，既然他们都被乐了，下他们牌尽量的下啊，不管他俩万一天过了，像现在那种情况下，对不对？结果事实证明满宠当个忠臣，你还真社会啊。这把老天给过你们赢的机会，位置又那么好，结果要出事了。事实证明这里面看一下，我为啥开局说他这2个武将连我都不如啊？
因为他们没有过牌。有人这时候就会反驳，人泰尔茨和卑弥呼怎么能没有过牌？你在说什么？对不对？人泰尔茨抢这些有魁的牌，卑弥呼的话有古车，对不对？直接去砍一刀围的话，给他送很多很多的牌。是的，是这样的。那我问你，卑弥呼觉醒，泰尔茨使命达成之后，他有额外的过牌吗？有人说泰尔斯可以啊，可以有那啥，那可以说是继续杀一刀过一张牌，可以，这也算。那我问你，你咋知道他不会被卡距离呢？像这个加一码就卡住了。不要老觉得他们这些选这样弱将的人就会去刷距离，很多人是没有距离，远位没有距离。像这一局你们可以统计一下，他俩我们相当于这一局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和相当于8和4打他们2个人，他俩完全不动的，相当于看一下这局啊。并论选错了，反应过来了，反应过来无所谓啊，下回还早呢，但是说不定能活下来吧，看你能活下来不。这时候崩自己一滴血还没问题。2个无中生有开个桃园结义乐不思蜀，这个乐错了，看见没？选弱将人的思维是不是很奇怪？正常应该去乐曹睿，防止曹睿有什么牌去帮拆这个乐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的话是现在需要保大乔，你们2个已经没用了，你还不保关键大乔，肯定要乐他。等大乔安稳活下来，你觉得大乔不乐他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点就在这儿啊。然后这2个人就不用管了，啥也做不到。这时候给他摸一张牌啊，不是为了给他回血，冰轮已经给他摸一张牌，砸一个给他送点牌啊。下一张牌，没啥问题。火攻，我还掉血了，2个火攻，运气不错。排队一共就3个火攻。事实证明乐被拆掉了，看大乔有没有方片，有方片的话先乐满宠，先乐满宠好一些。没啥问题，乐中满宠回的血，而且手牌少于血量，也就是说我张荣你下回可以给他补牌，前提是他不被秒，而且他有减1码了，可以转移那个技能，而且还能多给别人1回合。使命达成，没有过牌了，对不对？乐不思蜀又一个乐，可是还把桃都扔了，赶快救人呀！先保自己的命啊！我永远只相信自己。又给他送了个古居，咱们血满了，然后给大乔送点人区的牌，让他回满血，对吧？一个9杀，这都不回血的吗？小兄弟，太贪了啊！然后这个时候满宠继续崩我，他已经托管了，像这一局他已经托管了，看见将面已经弱就逃跑了，毕竟你自己选的弱将嘛。继续啊，注意这里面先把他关键的斧子拆掉，他有减1码可以直接转移那个琉璃了，对吧？所以咱们不用在乎这个加1码。有人说你给泰尔茨创造输出，斧子先保住自己的命，泰尔茨这俩就我现在就我们2个打就可以了，直接拆一下。拆掉这个斧子之后，顺他一些手牌。有人说你为啥要顺他的手牌？顺他的手牌，我人区可以给他补新的牌，给补新的方片，明白吧？回满血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添过就可以。再给他补一个新的方片，也就是说满宠依旧动不了，对吧？直接9杀，吸了一滴血。有人说他为啥没回血呢？因为是无来源的伤害。注意啊，反无懈又冻住了。你看这一局泰尔茨有打中了主攻1刀吗？对吧？他俩没距离，这第几轮了？你们可以看看。你说说，如果这局反贼选的如果是强将，不是我说敌人如果是强将的话，你觉得他有这么多回合安稳的动吗？对不对？很尴尬啊。包括到这个回合依旧是那个什么，怎么还有订阅这个东西？这跟我说话呢啊！抱歉啊，实在抱歉啊，这是有 QQ 的声音。是我应该把 QQ 禁一下，把他手牌拆掉一下，开始打他的血，然后可以直接下他的牌，然后下回合再把大乔搞一搞。他也不敢杀大乔，他要杀大乔转移给满宠了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只能决斗一下，对吧？决斗一下，再给大乔补2张牌，补完2张牌杀掉了满宠，那游戏就已经结束了。你们可以继续看一下，这2个人有动过有打到主攻1回合，打到主中方1次吗？一共5回合没有摸到距离。有人说这是运气的问题，这并不是运气，我从开局就说这俩武将偏弱一些，我说了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一局最主要问题还是大家需要知道自己的选将的优劣势，强度在哪里。你们一般我选卑弥呼都是来混的，神泰尔茨的话这是运气好，主中方没有输出，更多的神泰尔茨都是倒在了使命达成的路上，然后直接变成一个白板。